比如说有一些人有 anger management issues right， 他喝我的水对吗？如果你的反应是哇你拿我的水去死啊，你这很冲动这样 right， 你咯。你看，Oh my god that's true， Oh yeah but I can't prove。 Hello， 欢迎收看黑卡基的新系列 Gen Z Decode， 我是信，我是凯，我是 Cadence， 我是依婷。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年轻人都很关心的社会课题，也就是心理健康问题。所以其实我很好奇，你们会公开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吗？其实我 start TikTok 的时候，我就是已经很开放，把我的 issues 放 online 了。对，因为我长大的时候，对吗？有被诊断出有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比如说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所以我长大的时候，对吗？我没有什么好榜样在网上look up to。我的好榜样全部都是从我United States 那种的，从 US 的，比较开放比较开放。所以比如说Ryan Higa 那种Redman Rock 也是，他们也是 will share about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所以我 start TikTok 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如果我会so called有 audience 对吗？我要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帮助这些年轻人。我是比较不想分享，可是 I think 我的 parents 有看我的 TikTok，所以他们是很大刀的，他们会来我post他们会进来我房间，他讲刚才有看到你的那个 story time 啊，你讲谁啊？认识的嘛？就是如果我分享这种东西 right， 他们会吸我到那。但是for 这种mental health 的东西，我 normally 比较 low key。那如果你有心理健康问题的话，你会公开吗？我应该只会跟我身边那1-2个朋友讲而已吧。讲真的，我们在这一行，很多事情你公开后 ，people will take it out of context。我本身是不会公开，因为我的是隐私啦，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把私生活放在上面跟大家分享。如果我还在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healing from it right， 我不会公开也是。是过后，如果我有一些 tips and tricks on how to 状态比较好比如说for 焦虑症 right anxiety， 我知道one way to cope with it that help me the most 是叫做 grounding。所以你 in the present moment， 你不要想你以前的东西或者你未来的东西。所以我知道 that helps right， I'll share with you。我们之前做了一个调查，对吗？然后其实跟我们分享的300多个年轻人，他们就是有一半的人会选择公开，有一半的人其实是选择不公开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很受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以为我们年轻人每个人都会比较 open to share， 真的是 half almost half。个人的选择there's no right or wrong， 尊重别人的选择，不要判断他们就好了。那你会跟你家人还是朋友分享？normally 是朋友咯。你要分享 with me。我不是你朋友吗？是 the root of 我的宝贝，你不心理问题的人 right 很难看得出的，因为我的朋友这些 right， 他们不说的，他们不 post 这些的。那个他们 everything normal， 我们出去也是开开心心的。Then out of nowhere suddenly 失踪，然后就他去哪里？他 IMH， 然后就所以是觉得很多真正有心理问题 right， 他们不会跟你讲。我那段时间其实是不想分享，因为我觉得很孤独。Depression will make you want to 缩进去，你不想跟什么人讲话。我每天起来去学校回家睡觉，这是睡觉，把我的门锁住。我妈妈根本都没有跟我讲话那种，所以不是我不想跟人讲话，是我真的是无法跟别人讲话，因为我根本都不知道怎样开始。我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朋友会讲I'm so depressed， I'm depressed too， 那种。然后我跟他讲no I'm legit depressed，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怎样跟他讲，这是真正的。我中学的时候对吗？因为我只是一直退步，所以我去到一个 counselor。然后我去 counselor 对吗？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去 counselor。Then过后在 canteen 里面我吃饭，在我们休息时间，那个 counselor 经过 ，Hi Kevin， 然后他 walk away， 然后我朋友转到我身边 ，How does he know you？ 然后我then I make up some bullshit story make him on the street， 我不跟我讲 I won't because I'm depression， 那时候我真的是无法讲。为什么你讲不出来？I think only recently 人家 started to accept it more。那段时间他们不是小看，就是他们会make fun 所以我是不讲。
我真的是不讲，我只是跟我的close friends 讲那种。你这个案例是差不多10年前来中学的时候啊，10年前。然后是有真的10年前跟现在，我觉得10年前真的是有差别。你们觉得心理健康问题可以用作不要上学或者不要工作的理由吗？就比如说，我有 anxiety， 所以我做不了这个工作。初级学的时候，我班里有一个朋友，对吗？他的忧郁症是很惨，他知道他这是不可以在班里听课那种，对吗？所以他request for 1 year LOA，then 他like retain 啊，so called retain，then the next year 他可以focus on 他的 studies better。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这次知道你无法读书，你无法做工，then it's better to take some time off and deal with it, then go back to your work. If you cannot cope, right, then it's better to seek treatment. 但如果是没有被诊断的，就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有，然后你们会接受这样子的理由吗？我现在在读设计，所以我设计以后我们有 group project 这些，所以我有一个 group member right， 他每次他做到一半哦，他就突然guys， 我不可以 make it for 那个 submission， 因为我现在来我有 depression， 然后就 OK。So first time 我们帮他 cover。Second time 我们帮他 cover，and third time 来我一个 groupmate 跟我讲，他是真还是假的？那我是来有想一下啦 ，cause I think 我是 realize that 是每次我们来最凶的那个 period， 他就突然guys sorry 我需要 rest， 因为我现在我的 depression 很重，然后我就有还是我不知道啦，我不可以有 ，that's why that's the。那你们怎么办？你们有选择相信他？I mean for 我 right， 我是 OK to 帮他。接触他的 responsibilities 啦，以来我帮他 finish 他的 slides， 帮他做完。可是我是觉得难怪是他 crash。Yeah，maybe that's why 我 crash。我人真是太好了。以后找 group project 找他，要做 group project 不要走了。有了吧？我是觉得like 我不可以 diagnose 他，所以 like 我跟他是朋友嘛 ，outside of school 我跟他还是朋友的，所以我可以帮的我就帮。Yeah，but for the other group members， 他们看的时候是 like 哇 like 超劲咯。但是在我们全部都要帮你盯，所以才 there's very different perspectives。那我们调查来，其实有68%的人也是认为说不可以接受这样子的理由，就你以自己诊断的那个心理健康问题，他们是不认同这样子的理由啦。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不公平。我可以帮他盯啦，可是我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自己也是有很多 responsibility，可能你 mentally 比较 weak。then 你说你不行了，那我就要帮你做。我是面对同样的东西，可是我就是选择不讲啊，我就是继续做啊。那为什么你不能像我这样？这些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们全部是一样背。对咯，哪样薪水？我觉得很不公平。bonus。那如果你是他的 groupmate， 你会选择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吗？To declare 你需要一个真正的 diagnosis， 但是我还是觉得 everyone needs a break。就算我是老板，我觉得以后，比如说啦，我有员工，他们就会说，我今天需要1天假 ，I don't need them to tell me like，我是因为 anxiety or depression。以前如果那个人跟我说他需要休息，我就会觉得 valid，because 我真的是很坚信来休息就是为了走更长的路。你休息一个好好的一段时间，你就可以有那个精神的 capacity 去做更多的。那你会觉得不公平吗？因为你自己也是每天哭 right， 反正你还要帮他 cover。不要讲到这样啦，你讲到我每天回家，好像这个水子。 Get out. But honestly, it's not a surprise for him because he has a mental breakdown once every 2 days. So you can call him at any time. How will he be crying one? Yeah.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多 mental breakdown 呢？我是觉得我本身我是 take on 太多了，因为我是现在 student， 那我是在做工，所以才很多东西做呀。你的 mental breakdown 会不会很严重到你怀疑自己有什么心理健康问题？我觉得不是啦 ，I think 我可以分配的，因为我知道我是那个 in the moment 我是太多东西，还是我 procrastinate 太久，然后 everything crash， 然后就来呀，所以 I think 我是可以分配呀咯，我自己心里知道啦，我需要去 diagnose 呀。本身我觉得我的思想是比较跟我父母那一辈一样的，我会觉得说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弱，因为他们没有去诊断，你去没有 clinic， 你讲你头痛，你想吐，他讲你有 cancer， 你每个人就是一点点，他就觉得就是对。他最近有头痛然后我去 Google 一下，他们讲你有 brain cancer， 对。他凌晨2点他点去给我 ，Kevin I think I have brain cancer, I think I'm gonna die。I'm like, I know you don't。我已经在 send out 我的 goodbye message 了。我觉得很多人他们有一点点的症状，他们就直接讲我有忧郁症，但是我觉得对那些去确诊过的很不公平，因为他们真的是去确诊，有去医疗、去治疗。怎么分别说 just having a bad day， 还是我是真的可能有一些心理健康问题？我觉得 bad day 是个 isolated 的 incident。
如果是一直发生那种东西，可能是个问题啦。From experience， 我自己本身 right， 如果那段时间我的忧郁症很坏 right， 如果你把我的 day 放出来 right， 没有什么东西会发生。但是我去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很 like 被 squeeze 这样。然后我起来的时候，我头很痛，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乌云在我的头上面一直浮着那种。然后我整天觉得很暗淡 ，like very very like down the entire day，even though nothing happened。所以那种是 is a continuous feeling，even though nothing objectively bad happened。like 那时候我还是getting A's and B's in school，my grades were not bad。So and 我生活不是 like 很辛苦那段时间 ，even though my life is objectively good， 我是还觉得很辛苦，我觉得很伤心，我觉得很郁闷。所以 I think if it's an isolated incident, it's a bad day, right? You'll be next day 你起来你就觉得比较好 ，back to normal。可是如果你一直 day after day， 接二连三一直觉得很坏很坏很坏 ，then maybe it's a problem you should look into。And 我是觉得你的反应也是可以告诉你如果需要帮助吗？比如说有一些人有 anger management issues, right？ 如果他们的反应是很冲动。普通的人他们的反应是比较like calm， like for example like 他喝我的水对吗？普通人会来you drink water is fine， or like say at most just disgusted because saliva conscious。可是如果你的反应是哇你拿我的水去死，你就很冲动这样 right？ 你咯？你看，Oh my god, that's true. Oh yeah, but I do have anger management issues though. 可是 it's better now. 以前是正常，我会拿那个 chair throw 在我的 window， 然后我破那个 window。因为我长大的时候 like 没有什么 like coping mechanisms， 但我的爸爸也是很冲动的人，所以我可能从他学起来。可是现在比较好了啦 ，I'm more aware of my actions now， 但我不会做这种冲动东西。你坐在这个沙发，我已经被他扒3次了。骂是常打是爱宝贝。我诊断的过程需要很多人诊断，需要我有 psychologist、psychiatrist， 有 therapist， 他们都是做不同的东西的，所以诊断的过程是蛮复杂的。所以你本身会不会觉得，因为这样子，还是有什么其他理由，大家不会选择去诊断？我长大时候，很多朋友在我身边，他们也是有很多问题啦，可是他们也是不要去 source and seek out help， 因为他们 afraid that 他们毕业的时候对吗 the report card 会写那边他们什么东西。会咩？他们会写进去的。That's what they're afraid of. And then 很多人他们要做医生，他们要做 lawyer， 他们不想那个。Because apparently I'm not sure, right? 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想做医生 ，because of this he never seek treatment, and until today 他 still battling with it 啦。Yeah, so I don't know how true that is. 我本身觉得我还会去诊断。我本身，可是如果一些人他们因为经济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这过程需要钱嘛，会很贵。因为我那时候是 under subsidy, under school, like school council that kind， 所以还是不是很贵。可是 if you private right 是蛮贵的。我有一次去一个 counseling 对吗？一次1个小时100到200块这样。那个的 counselor that I went to 不是做 by session， 他是做 by package 的，所以 10 sessions 就直接1000块，1000块这样，1000、2000块这样。好贵哦。我 struggle 的这些问题 right， 不是我要去 purposely 去 seek treatment。Once 我发觉到，如果我真的是没有去 IMH 去therapist right， 我会 be a danger to myself。Then that was when I was like, okay, I'm gonna do something about it。then 我去告诉我妈妈 ，then 我妈妈send me to IMH。then 我 receive treatment over there。你妈妈起初她的反应是怎样？我妈妈起初她的反应是 like all Asian 咯，他们是讲什么 depression， 我长大之后。也是有这样，this is called being sad, this is not called depression that kind of thing。I think 父母之间他们来想当年哇，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还要赚钱。对，他们讲你现在哇这么好命，还有什么？so sometimes I think 因为那个 reason 我也是来要跟他们讲啦，因为他们会来 compare， 他们有些父母也是觉得一点羞愧，因为他们讲为什么我养出来的孩子会变成这样子，他们会觉得是他们的错，可是。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长大的环境，社会是太多压力，会产出这种问题。那你们觉得社交媒体在反映心理健康问题上准确吗？我们做的调查，只有14% 的年轻人觉得说社交媒体是挺准确的。90%大多数都不是准确。为什么？Your isolated personal experience is not for everyone。比如说 like COVID for example, COVID right？Even though COVID 是个 one disease right？Different people experience differently。有些人会有 rash， 有些人会有发烧。他这个
example 很好，就比如说你有一个 winter depression， 还有一个产后忧郁症，不可以拿产后忧郁症的症状来跟 winter depression 对来比。对，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们的 symptoms for depression 是这样对吗？他们 post online this is my symptoms，then 另外一个人看，我没有这些 symptoms， 可能我没有 depression，but maybe he have but experience it a different way。So it's best to always go to a professional and let them diagnose you， 因为他们有 statistics， 他们有 experience， 他们有 research， 有研究。And they are trained to diagnose you。但是我看到一个 TikTok， 那个 Yellow Easily 的女孩子，她在做功课，I think 她 primary 4 primary 5，她在那边她放一个 post， 她讲I got depression and anxiety。把这些小孩子从哪里看来，就是从 TikTok 学来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很 careful 的用这两个，要不然你真的会误导很多，不懂怎样去接受 professional help。除非你真的是有那个 cert 给我才会觉得说你可以大声的讲，我就是有 depression， 要不然就是不要乱用。Imagine 以后你有孩子，你的孩子在用社交媒体，然后他们每天看到的就是 depression anxiety， this is the only thing 他们会学到从社交媒体嘛？我觉得这样子也不是很健康，就变成你反而是好意的想去 open up 这个对话，但是你无意间的误导我们下一代。这是 true 啦，但是我觉得现在那个 younger generation right， 他们是要看 TikTok， 看这些 right， 因为他们每次看你每次看 like TikTok， like 有 sad talk。你一直看，你就觉得哇命很苦，但是 actually 你的 life 是 OK 的嘞。但你一直那个你看一个 sad TikTok， 那个 FYP 一直是 sad， 就 like 哇，有没有 situations where 社交媒体 caus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ecause of this？ 所以一个来没有对吗？他一直 go online， 他一直看，他可以产生这些 like feelings 吗？会的哈。因为我记得那是有一次，那时候我分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时候你去 online， 你会看到一些跟你心灵那时候想的东西比较一致的一些 post， 你就会看，然后你花长一点的时间，你下一个 post 就会是一样的，对，这就变成你会多想，你多想后你就自己的思绪就有点乱了，我就一直读，然后你本来也没有，就开始怀疑，就 stumble down 那个 rabbit hole 出来。其实 that's why even though 我是 content creator right， 我 consume content 很少。对，我 I upload TikTok video right， 我很少在 TikTok scroll。以前的时候对吗？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看 YouTube， 最多一天可以有几个人的 opinion， 几个人的建议的想法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可是，在 TikTok 你一个 scroll 1分钟，你可以 scroll 出7、8个 video， 他们不同的想法，boom。Then it's more and more accumulated. Then you never have time to think what is your own opinion. Yeah， 所以我喜欢like limit myself nowadays。你们觉得年轻人有多了解 mental health？ 其实有84% 的人觉得他们大概懂关于 mental health 的东西，但是有68% 的人觉得他们不了解怎么应付 mental health， 就是应对很少人知道，有很多男孩子的朋友是 bro， 他们就bro， 好啊，因为我就我是觉得我不会 show 我的 emotional capacity， 朋友在哭这些，我是。There， 但是不要哭，我帮你买冰淇淋，不要哭，我是不会应付的呀。我有些朋友是有 going through issues， 我第一个问题每次问他们是 Do you want me to listen or do you want me to give you advice？ 你要我听，或者你要我给你建议？因为有些人他们只是要蹦讲他们的问题所以如果他们不要我讲话我就是安静then 如果他们要建议，我就给他们建议咯。Feeling alone 是最惨的 feeling。你要告诉他们 ，There's always here, I'm always here to support you, yeah, no matter what 啦。Just curious 吧，如果有朋友来找你来 confide 你讲我有心理问题 right， 你会怎么 act on 你？其实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我跟他朋友很久了，他是真的是 clinically diagnosed。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真的是很长，他就打电话给我，一直哭说家里什么。那时候我知道他打来的时候，他就是想我听他讲，他也不想要听我的意见的，所以我就是买东西放在他家外面，跟他说，我就给他一个小惊喜，我就跟他讲，你家外面有这个。Just help yourself and try to cheer up a bit. That's so sweet. Because 讲真的，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那么 limited。他们可以感觉到很温暖、很温馨，但是那只是当下他们的情绪。你比如说1-2个礼拜后，他们有可能又会就觉得自己又在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所以就是要一直在他们身边陪着他们，给他支持一些小惊喜，让他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对，而且最 important 是让他们知道他们not alone in this。你身为一个有经历过心理健康问题的人，那你当时在经历的时候，你是会希望朋友怎么帮助你？我真的是很多问题那段时间，所以怎样说不只是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他们要帮助也是，我
我觉得很难。For someone that is going through mental health struggles， 你不用去特地去问他们你好不好。As long as you make their day better, right? They have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所以我那段时间有一个很小的 group of friends 啦。Then that was what I look forward to every day 咯。他们不需要知道我有问题。They already make my day better just by being around me. So I think that's enough for me already. 那对于那些可能正在面对心理健康问题的，你觉得他们应该如何寻求帮助 ？If you have the means 去看医生，因为我现在还需要拿药睡觉。Some days when I feeling like 我真的需要拿药。So like medicine helps a lot， 可是我不可以依靠啦。第二个是 invest in a good therapist。那时候我需要大概3个月找一个 good therapist。You need time to find a proper therapy。所以我是讲真的是，如果你经济有问题是蛮 difficult 的。But I think now there's organizations, there's SOS, there's like other organizations to help you talk through stuff now. I know there are online help. Try and error, whatever works for you, do it, and invest in a good group of friends.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希望大家都对心理健康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学到了一些东西啦。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然后有什么其他想听我们分享的课题，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然后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拜。